18名朝鲜士兵逃离俄罗斯阵地，俄罗斯想要通过俄朝共同防御协议避免再次动员。库尔斯克方向，俄反坦克防御组织运用不善，龙牙路障导致平民和军人意外受伤，甚至是死亡。俄军向第聂伯河三角洲的岛屿推进，可能会加强进攻行动。俄罗斯在尼加拉瓜境内设立间谍基地，窃取美欧情报。精彩资讯即将开始。10月15日，乌克兰公共广播公司援引匿名军事情报来源报道，俄罗斯第11空降旅在基地组建了一支由朝鲜士兵组成的布里亚特特别营，该营大约有3000名士兵。乌克兰情报来源评估称，该营可能会参与俄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不过，在进入战场之前，就已经有18名朝鲜士兵逃离。目的并不清楚，这些士兵为什么逃离，可能是武器装备存在问题，也可能是对俄军布置的战术不满。但是就逃跑的行为来看，这些士兵在实际作战时，具体能发挥什么作用，还有待商榷。不过对于俄罗斯而言，炮灰也有炮灰价值。通过这些朝鲜士兵，俄罗斯可以避免再次动员。10月14日，普京将俄罗斯与朝鲜于2024年6月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文本提交给俄罗斯国防杜马批准。利用共同防御协议的规定，朝鲜士兵可以在库尔斯克作战，他国兵力的补充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俄罗斯再次动员。由于在乌俄战场上的伤亡，俄罗斯一直通过秘密动员的方式补充战场上的兵力，避免进行总动员或者另一次部分动员。等到2024年8月乌军攻入库尔斯克之后，俄军的兵力问题变得愈发严重，但是普京依旧不愿意再次动员，俄罗斯无法承担再次动员的后果。在库尔斯克战区，俄罗斯通过临时组建新的部队以及重新部署现有部队的方式应对乌军的进攻。毕竟临时部队里的士兵不一定是俄罗斯人。俄朝协议的共同防御条款为朝鲜士兵在俄罗斯作战提供了法律依据，别人也不好说什么。在人员方面，乌克兰也存在一定的问题。10月15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谢尔盖·列先科表示，美国要求泽连斯基降低乌克兰征兵年龄，允许征召18岁至25岁的男性。按照美国的说法，乌克兰想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单靠北约武器是不行的，必须从18岁开始动员，否则乌军将会没有足够的人员作战和轮换。只是泽连斯基认为乌军缺的不是人员，而是装备。泽连斯基想要说服美国在不改变征兵年龄的情况下提供武器。就当前的战场情况来看，乌军的人员问题并不严重。库尔斯克方向10月15日，俄军通过机械化突击推进到乌拉诺克西北的防风带。有消息称，俄军第40和第810海军步兵旅以及第30摩步旅步枪团正在沿着博尔基奥泽尔基推进，试图在苏贾东南地区包抄乌军。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指挥官阿普蒂·阿劳迪诺夫在10月15日声称，俄军在库尔斯克的主要目标就是引诱乌军进入包围圈并将其消灭。不过就当前的情况来看，被包围的是谁还不好说。就跟火力军上期视频说的那样，俄军突击队在无法保证后勤的情况下，实力会一步步缩减，最终被乌军完全吞下，俄军的损失只会一步步扩大。为了保证人员优势，俄军将在佐洛塔尼瓦附近活动的第40海军步兵旅的部分兵力重新部署至库尔斯克。此外，有消息称，俄罗斯在库尔斯克布置的反坦克阵线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导致俄罗斯平民与士兵出现伤亡。在库尔斯克雷利斯基区，为了防止乌军突进，俄军部署了龙牙防线。同时，为了避免遭遇乌军无人机的打击，在该地区行驶的俄军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50公里。于是，意外就出现了。一名俄罗斯内部消息人士称，一名俄军急救人员夜间行驶时撞上龙牙，对车辆造成了严重破坏，人员也有所伤亡。在库尔斯克州，因俄军龙牙所造成的事故已达到数十起，大约40名士兵死亡，40人受伤。有消息称，俄军布置龙牙时没有经过许可，并且没有通知邻近的部队。本土作战，俄军都出现了信息共享问题，更别提乌东战场了。哈尔科夫方向，俄军从茹拉夫列夫卡方向发起进攻，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0月15日，乌克兰总参谋部报道称，俄军在10月14日与15日对沃夫昌斯克附近的季赫与斯塔里奇亚发动了地面袭击，同时俄军还在沃夫昌斯克与利普奇之间的道路上猛烈开火，试图打击乌军的后勤。只是在库尔斯克激战的情况下，俄军的进攻规模相当有限。卢甘斯克方向，俄军沿着库皮扬斯克、斯瓦托克里米纳继续发动进攻。虽然战线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对后方的乌克兰军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10月15日，哈尔科夫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奥列赫·西内胡波夫宣布，由于该地区军事局势恶化，居民电力与人道主义救援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就是搬走。目前，哈尔科夫地区军事管理局已经宣布，从库皮扬斯克和附近3个社区强制疏散居民，包括波罗瓦。顿涅茨克方向，乌军继续在恰佐菲尔附近发起进攻。有消息称，俄军沿着 T0504巴赫穆特顿河君士坦丁罗夫卡高速公路，穿过伊万尼夫斯凯伊西的顿巴斯运河，推进至900米。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目前在伊万尼斯克以西活动，第98空降师部队则在恰佐菲尔附近。乌克兰卢甘斯克集团军发言人阿纳斯塔西亚·波波夫尼科娃少校在10月15日表示，俄军为了在冬季来临前取得进展，加强了火炮与无人机攻击。不过，针对恰佐菲尔的地面进攻稍微有些放缓。俄军当前的目标是托列茨克。10月15日，俄军继续在托列茨克行动，目前正在向诺夫格罗德西克，也就是纽约镇以西推进。俄罗斯的消息称，俄军已经占据了托列茨克2/3以上的地区。但是战争研究所表示，俄军目前仅占据42%的定居点。红军村方向，俄军最近在红军村东南推进。最新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俄军目前位于克拉斯尼亚尔西部。相比9月初的快速突进，红军村附近的局势正变得逐渐稳定。俄军现在距离红军村大约9公里，这段时间几乎没什么进展。在乌克兰南部，俄军的动作稍微有些大。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在小托克马奇卡与辛达尼利夫卡附近发起进攻。第1141炮兵团的部队在维尔波维附近行动。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军发言人弗拉迪斯拉夫·沃格申上校表示，在乌克兰南部，俄军开始定期进行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将人员转移至前沿阵地，为之后的攻势做准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俄军的兵力重点在库尔斯克，不在乌克兰南部，也无法为该地区的大规模进攻行动集结部队。不会将前线其他地区的部队部署至扎波罗热。火力军推测，俄军的进攻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吸引乌军防守，从而缓解库尔斯克地区作战的压力。赫尔松方向，俄军最近开始向第聂伯河三角洲的岛屿推进。乌克兰总参谋部在10月14日与15日的报告中表示，俄军在第聂伯罗方向发动了袭击，不过前线没有发生变化，大概率指的就是赫尔松州左岸以及第聂伯河三角洲的岛屿。俄军的目的应该是控制第聂伯河口的岛屿，可能很快就会发起新的进攻。目前，俄罗斯战斗陆军预备役的成员正在赫尔松方向行动，第80北极摩托化步枪旅则在第聂伯河三角洲的岛屿。美国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俄罗斯已经在尼加拉瓜境内设立间谍基地，并利用高科技情搜设备窃取美国与北约盟友的情报。俄罗斯与尼加拉瓜属于长期合作队友。在9月份时，俄罗斯还通过尼加拉瓜得到中美洲议会常驻观察员的身份，设立间谍基地并非不可能。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杰克高登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俄罗斯在尼加拉瓜首都马纳瓜附近的军事设施内设置有情报设备与信息中心，处理8处俄罗斯控制的情报监听台所传回的讯息。目前该基地还有尼加拉瓜军方保护。报告还指出，俄罗斯在尼加拉瓜境内设立了格洛纳斯的相关设备。虽然美国与欧洲以格洛纳斯系统具有情报搜集功能为由下令禁止使用，但是其依然可以窃取美国境外的传输信号。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10月16日，美军出动 B-2轰炸机，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5个地下武器储存点进行了一系列打击。随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美国中央司令部外政发声证实了这一消息。此外，据 CNN 援引路透社报道，10月17日，也门首都萨那和萨达市遭到空袭。不过，截至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根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由于俄罗斯国内航空公司飞机短缺，导致部分客运航班无法正常运营，目前该国正在寻求国际帮助。其交通部部长罗曼·斯塔罗沃伊特于10月16日就此事进行了表态，但该国正在与哈萨克斯坦航空公司进行谈判。另外，根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罗斯还在与其他国家进行相关谈判，但没有透露具体信息。媒体表示，其实俄罗斯在向国际寻求帮助之前，已经对本土航空业进行过自救，计划用国产飞机取代外国飞机。按照俄罗斯设想，该国民用飞机的产量预计到2026年每年生产120架，到2028年每年生产200架，到
2030年每年生产230架。然而，俄罗斯高估了本土航空业的生产力，去年该国的飞机产量远低于预期，为此，该国目前已大幅降低了生产要求，并开始寻求国家帮助。另外，根据美国奥韦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乌俄战争爆发前，俄罗斯航空公司的机队由850架飞机组成，到2023年初已减少到736架。而且，由于欧美制裁等因素影响，俄罗斯现在拥有的外国飞机无法进行正常的维护整修工作，这将加剧这些飞机的退役进程。因此，奥韦咨询公司预测，在俄罗斯航空业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到2026年时，该国可用飞机的数量可能会减半。根据法新社10月16日报道，以军在搜查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地时，发现了大量最先进的俄罗斯武器。对此，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表示，据2006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只有黎巴嫩军队才能在该国主要河流利塔尼河以南拥有武器，因此这可能意味着黎巴嫩和俄罗斯之间存在军事往来。不过，截至目前，黎巴嫩和俄罗斯均未对此作出回应。根据德国媒体10月15日报道，克劳斯·马菲维格曼工厂6自公开了加拿大升级版的豹2主战坦克，其主要升级内容包括多个方面。其中在性能方面，升级了光学系统、火控系统，用使用现代组件取代过时的模拟技术，大幅延长了坦克的使用寿命。在防护方面，加固了坦克底部的防雷套件，以及用于增加防御的板条装甲，还在炮塔上安装了定制的防干扰设备，大幅提升了坦克的生存能力。媒体表示，加拿大目前共拥有74辆豹2主战坦克，还有52辆备用的老式豹1主战坦克。除这些坦克外，加拿大陆军还拥有30辆抢修和工程车辆。需要注意的是，加拿大陆军主战坦克数量之所以如此稀少，主要是因为该国把为数不多的国防预算全都分配给了空军和海军，例如为空军采购88架 F-35战机，为海军采购15艘河流级护卫舰，以及14架 P-8A 海上巡逻机等。根据美国突破防卫10月15日报道，受乌俄战争影响，美国陆军近期提出了自走炮现代化计划，目前已选定通用动力地面系统公司、康华公司、BAE 系统公司、莱茵金属公司、埃尔比特公司参与此项计划。预计从今年11月起，这5大厂商将派出各自型号的自走炮来参与相关的实弹设计测试。其中，通用动力地面系统公司将以最新改良版的10×10构型10人鱼轮型甲车155毫米炮塔组合参与测试。韩华公司将以 K9A1 履带型自走炮参与 ，BAE 系统公司将派出弓箭手自行火炮，以及 M10952榴弹炮参与。而莱茵金属公司与埃尔比特公司目前均未透露具体的测试型号。根据美国新闻周刊10月15日报道，美国将花费2500至5000万美元对凯奇凯梅特空军基地进行升级。该基地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东南部。在升级完成之后，可能会部署美国 F-151战机、A-10攻击机以及 C-5运输机。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的 F-151战机可携带 B6112核弹。根据美国军队时报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8日在陆军协会上对外宣称，美国陆军已在2024财年完成了招募 5.5 万名新兵的目标，并计划在未来1年招募 6.1 万名新兵。需要注意的是，沃姆斯表示，预计到2026年，美国年轻人的数量将下降约 10%， 这可能会导致后续的征兵工作会越来越困难。为此，美国陆军对现有的征兵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以吸引更多的应征者，例如增加士兵的工作岗位、代偿征兵人员的培训期等。根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白宫近日批准了多项装备采购计划，其中第一项为采购豹2 A8 主战坦克。按照荷兰计划，原本是要打算采购52辆，不过最终采购46辆，如后续有需要将会进行加购。预计交付时间为2027年至2030年。还将组建一个约有500名士兵的装甲营。第二项为采购6套中程防空系统和4套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的导弹和训练模拟器。其中中程防空系统已选定 EISAMS， 该系统由雷神公司和康斯伯格公司联合研制，
装备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最大射程可达50公里，预计将于2028年开始交付。短程防空系统选定的是因 OM-AADS， 康斯伯格公司研制，配备响尾蛇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5公里。第三项为采购8架新型的皮拉图斯 P-77教练机，以及2架地面飞行模拟器，用来取代以前的老旧型号。预计将于2027年上半年开始交付。按照荷兰计划，其中6架将作为常用训练机，1架作为后勤储备，另外1架处于维护保养状态。新的教练机每年飞行时长约2150小时，借助地面模拟器可将训练时长提升至2650小时，每年能够培训约60名飞行员。根据自由时报10月17日报道，美国安杜利尔公司近日推出了 BO 系列无人机的最新版本，名为 BO-10。此前 BO 系列无人机主要用于各种勤监侦任务，而 BO-10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多项改进。它的射程约为20公里，耐攻时间40分钟，有效载荷1.4公斤，配备有热影像仪，在夜间执行任务，更可携带多种弹头执行攻击任务，例如可配备空中爆炸弹头。这种弹头对步兵和无装甲车辆的杀伤力要比直接撞击弹头高出数倍，也可配备反装甲弹头。操作员可根据任务需求选择相应的弹头类型，而且其还配备有电子安全和启动装置，能为搜寻到指定目标时可自行安全返回，以便重复使用。此外，按照安杜利尔公司的说法，传统的 FPV 无人机操作员需经过数周训练才能熟练操作，而 BO-10 可搭载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大幅降低了操作门槛。而且即使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 BO-10 仍能自动持续攻击目标，使其在电子战中具备更高的战场效能。按照该公司计划，将在未来6个月内根据美国军方需求，开个有机精准火力轻型计划，向美国陆战队供应 BO-10 无人机。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印度国家航空公司近日接连受到炸弹威胁，多趟班机被迫改道和延误。例如一趟印度飞往新加坡的班机，在收到炸弹威胁后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新加坡空军还派出了2架战斗机护航。一趟从印度新德里飞往美国芝加哥的飞机也受到炸弹威胁，最终被迫紧急迫降加拿大。由于连续多天多趟班机受到炸弹威胁，印度警方也不得不对此进行调查。然而经调查发现，嫌犯居然是一名17岁的青年，而且已被印度警方逮捕。按照印度警方的说法，这名青年因财务纠纷才选择用假身份发出威胁，但具体原因并未详细公开。根据美国心跳奇报10月16日报道，美国空军向日本部署了羽鹰轻转旋翼机。需要注意的是，去年11月，一架搭载8名士兵的羽鹰轻转旋翼机于岩国基地飞往加手纳基地的途中，由于未知故障坠落于乌九岛外海。然后美国便停飞了所有的羽鹰机队，并开始对鱼鹰系列飞机进行深度检查。在经过数月的整修之后，美国陆战队、美国海军、日本陆上自卫队相继恢复了相关的部署行动。而随着美国空军的再度部署，可能意味着美国已经彻底解决了鱼鹰系列飞机的隐患问题。根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议员杜夫斯·罗德里格斯表示，希望美国能够在菲律宾海号退役后将其无偿送给菲律宾。媒体表示，罗德里格斯口中的菲律宾海号是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它于1989年服役，并计划在2025年退役。目前，罗德里格斯已就索要该军舰一事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发送了请求函。此外，媒体还表示，罗德里格斯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向美国索要军舰，主要是因为菲律宾历史上已多次从美国获得船舰，例如原美国海岸警卫队退役的3艘汉密尔顿级巡逻舰，原美国海军退役的3艘飓风级海岸巡逻艇等船舰，目前都已加入菲律宾海军服役。至于罗德里格斯这次为什么选中菲律宾海号，他给出的理由是，菲律宾海号是以2战时期的菲律宾海战役命名，与菲律宾格外契合。此外，他还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在移交前将这艘军舰翻新一下，那么菲律宾在接受之后，就能直接用来执行周边海域的安全巡逻任务，将有效提升菲律宾的国防能力。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军在乌克兰南部会发动新的进攻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